走吧。小官人，小官人，我看好你哦。哟，凯文，今天怎么这么慢呀？小官人，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？兄弟，可以了吧？我说过，适可而止。好了，住手！点到为止。不错，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。杨飞兄弟，果然身手了得。杨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。当年和陈组长去了南京，他就坐立不安了。师傅，他嫉妒，他就要格斗，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。梁飞，停！听说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教了教我的手下，你能教教我吗？行啊。哎，兄弟，用暗器啊？暗器？什么暗器？没有啊！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别找什么借口。既然你这样，我就不喝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拉开啊！松开！
在重庆，一个人都找不到。这还是特战局吗？不传出去，我让人笑死。属下知罪。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，是让你们拉拢他，跟着学手段。你可倒好，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，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？你给我说说，现在让谁去济南？谁能杀得了巩立伟？你告诉我，谁能杀得了巩立伟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。兄弟，你能回来，我非常高兴。报告，海文带到。走。组长，发现了梁飞。在哪儿？前后门各一个。12点10分有俩，6点20也有俩。你怎么还跟？上这趟船？武汉那样地方多了。再说了，我夸下海口，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，没时间了。再说了，不管咱上哪辆车，都会有人跟到。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，咱必须铤而走险。记住，两强相遇，智者胜。刚才只要我一开枪，梁飞就完了。为什么不让我动手？科野局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，梁飞是特战局的人，等升迁最好，不急于动手，先盯着。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，增援的人会上车，那时再动手。要不你先来。
全已有了3长2短，再也不能当饿死。看到那个村头了？9点我们在那儿会合。如果你迟到了，我不会当你，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。交作业的时候到了，行动。一个梁飞都抓不到，没那么你愿走走。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，但是川井先生他……闭嘴！我在修法的时候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是。所長、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2人ということで、ですが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。探す？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？梁飞は这样にいるぞ。怎么样？像个日本军官吗？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，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。时间来不及啊！哎，黑子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你怕了吧？队长，是你的兵。哼，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。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。证件呢？啊，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，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。止まれ！通行証。通せ！どちらの方で？軍区の病院だ。隊員の身体検査に来た。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，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，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。战争，一切都是手段。小凤，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，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，否则就是自讨可止。他要还是不识抬举，我们就告诉他真相，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。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，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。共赏，我刚回来，正准备去看你。卑鄙！啊！
这是你们要的情报，你们要的情报，你们要的情报。喂，把开了！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！啊，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闭嘴！你们杀了我的母亲，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，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。你们不但是侵略者，你们是畜生！畜生！我读医生，我学了很多东西，可是我白学了，我被你们给毁了。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，我必须毁了他，必须毁了他！上哪样子？此刻。私の部から戦闘中に喉を打たれ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。バカ者！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！我刚才我就情况有变，快走啊！雷哥，我把炸药放好了。你把炸弹放哪儿了？不是你刚不在，我看鬼子都跑上去了，然后我把它放在楼梯角了。哎，啥时候炸呀？快走！幸いなことにまだ読めます。よくやった。そう、街道室の方だ。急ぎましょう。敵襲だ。有人袭击！おい！貴様らは一体何者だ？待て！待て！止まれ！止まれ！
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巩立伟虽然死了，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是。どこで買ったの？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。そのかんざしも？これ？そうよ。母がくれたの。いいな。お前はこっちだ。お前はそっちだ。君はそっちだ。いい女だ。やめろ！嘿嘿嘿嘿。哦，你好，大英雄，梁飞中你签了个司机送上门，真可谓自投罗网，而且是这种方式。哦，哈哈。我太佩服你的人气了。今、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、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。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。貴様の顔が。明日一面に乗るな。当たり前。4人中の大解析无去对全北宫，这你都知道？哈，当然了。俺が君に用心をして君を高めすぎた。看来你们也不傻。手势不错呀。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？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。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。はい。梁飞は中国の大英雄。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。あ、はい。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密码我懂，但懂的不多。什么？开路，我梁飞一天不死，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，你相信吗？不信往后诺契约。换几位那种胡编的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，然后杀了你。
我是他们国的单一目标噶！一个，一个打！大家散开！哎，我看看打！ 報告左門から8軍の歩行隊が集結何は外の孫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川様ほらもう片へ全体警戒態勢両兵応援はいやこっちだ 胡导，逃がすな！おい！逃げろ！逃げろ！梁飞！准备打工！你心里明白，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。梁飞这么难缠，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。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可你这一枪，什么机会都没了。哎，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？哼，看看你现在那样，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。难怪邢亚平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，为什么？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？邢亚平早晚都是我的。你那叫自欺欺人。别说邢亚平眼里，你就是在我眼里，也是个孬种。你记着，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，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。队长，鬼子已经撤了，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昨天晚上梁飞来过。什么？他说他杀了田村，炸毁了龚立伟的密码本。嘿，这小子啊！组长，要不要给重庆发电？发电。报告，行动成功，梁飞得手，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，龚立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。我就说嘛，梁飞肯定行。田村は我が軍の優秀な解読者だった。彼なくして解読官が何になる。くそ！帝国の重要人材、軍営内で死別しただと。全く恥だ。河野はどこにいる？河野を探せ。奴は死んでも陛下に詫びろ。しまった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
站好！社長、いけません。リャン・フェイ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。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。昨日の夜、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。快点，麻利的！1小队上那边，2小队你们上那边，走到那边看看去，看见形迹可疑的，立马就给我拿下。啊！鬼子在到处抓你呢！怎么着？你想抓我呀？你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。哎，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知道为什么？你还问我？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，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。带人来抓我，啊！带人来抓我，给你个功劳。不是您等，我没弄明白。那个您不是玩我吧？玩你什么？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。真的？真的？什么时候？现在呀。喊什么？抓梁飞呀！抓梁飞呀！大点声！抓梁飞呀！抓梁飞呀！抓梁飞呀！好，等了！抓梁飞啊，在哪儿？那儿，快！中等，快！抓梁飞，快！快！抓梁飞，快点！多给！太君，哎，您怎么着？这多拿个。您まだなこれは。なんだこれは。これはいいな。まあ。哎，なんだよこれ。これはなかなかいいぞ。持ってくぞ。啊，2、3個持ってください。太君，您慢走啊。给我看点车。おっと。なんだこの野郎、どこ見てやがる。気つけろよ。ヘラヘラ割ってんじゃねえよ。たくよ。あれ？お前財布は？あいつら。站住！哎。你敢偷我的钱包？这钱是他的。他的？啊？走啊！我这边。老板，哎，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。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？够，来，您来几个，来热包子，来吧。哎呦，热乎乎肉包子，您放心。哎。
起来，都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！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？啊？训练时候不用功，关键时刻都赖你。在这儿，来。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？我说你至于的吗？要你管？不是保安队怎么了？这帮王八蛋，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，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，说是送给宋景桥队长。这帮畜生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一袋烟的功夫，往南去了。正好顺路。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大妈，别哭了。天黑之前，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。闺女回来以后，赶紧走，越远越好啊。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，也让咱露一回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！别看你是看得起你，知道不？拿着！你们听着，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，谁都不许碰。干什么的？我打听个事儿啊，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？你傻？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，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？你当我想呢？你是干什么？你哪个道的？去重庆干什么？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？咱们是一个道上的。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。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？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？皇军刚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？有，他已经自己人。行。哎，这姑娘长得不错呀，啊，这模样挺俊的。这绑上干嘛呀？是不是让我们乐呵乐呵？是不是？花姑娘，别说，别说，太君老万一这太君怪罪声。鬼子抢黄花大闺女，你还上瘾是吗？念你是个中国人，以后别干这事儿啊！滚！你妈等着你呢，赶紧回去。大哥！哎，别！起来，赶紧回家去吧。谢谢你，大哥，谢谢你。哎，你跑哪儿去？急死我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移民壮烈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壮烈了，壮烈的回来了吗？没严肃呢，回来了，想我吗？想我吗？你想啊？还想了，哪儿都想。哎，赶紧回去吧，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。哦，走。
心里的事儿，我已经不信，然后你跟他说，不好吧？什么不好？你什么？去吧。梁飞呢？梁飞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这是？脸上怎么还下雨了？锦衣姑娘，锦衣同志，锦衣同志，你看你，我不要你这样，你玩过火了吧？你的主意，什么我的主意，你的主意。谁呀？谁？出来！梁飞回来了！这天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玩玩。有好戏看喽！凯文，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。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，这石头就被你打爆。在物理学讲，这就叫相对运动。哎，彩霞，你怎么老了？梁飞兄弟回来了！哎呀，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！啊，被你们找着，那鬼子被找着了。真是幽默，局座对你十分牵挂。来，其实啊，你要不在重庆，我就不回来了。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。正经的啊，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，出了日军军营大门，有人对我打黑枪。对你打黑枪？谁呀？我哪知道谁呀？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。我倒是觉得像凯文。陈彩霞吧，虽然刻薄一点，但这人呢，对我还不至于。他还提醒过我呢。凯文对你打黑枪，谁给他这胆儿啊？谁给他胆儿不知道，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。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平，他看邢亚平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，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。我觉得没这么简单。这事儿啊，应该有幕后黑手。哟，那就有意思了。
不行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，要不这样，抓紧离开。不，要这样的话，我还不走了呢，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。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？算了吧，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，弄不好他就是黑手。哎，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，跟发电报的人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女人刚回到家就被鬼子用枪顶住脑袋，而她本想掏出枪反抗，怎料却发现鬼子竟然有好几个人。为了保住性命，她只能交出自己的手枪。你是特战局的吗？可能吧。尽管女人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但还是被鬼子给强行抓走。可没想到刚走出院子，女人就无意间看见不远处的墙角藏着一个人，而当她再仔细查看时，却惊喜地发现竟然是队友梁飞。那么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几只鬼子马上就要死了。快找警医！梁飞！鬼子仗着人多势众，胡乱开枪射击，结果一枪击中梁飞。没想到梁飞身受重伤，回到根据地后，非但没有被关心，反而还被队友一顿嘲讽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梁飞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的打鬼子，竟然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当即就准备撂挑子不干了。而刘景怡见状，赶紧苦口婆心的安慰，毕竟梁飞刚才还救了他的命。别拐弯抹角劝我，说不干就不干。眼看梁飞铁了心不想打鬼子，刘景怡只好改变策略，开始用激将法对付梁飞，说你现在受伤已经没有能力打鬼子，想走就走吧，我们再另请高人。只有我能完成任务。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。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？经过刘景怡一番忽悠下来，梁飞答应留下来刺杀汉奸周玉海，而周玉海开了个赌场，所以梁飞冒险来这里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周玉海的情妇窦小凡。梁飞本想从他嘴里获取情报，谁知下一秒窦小凡竟然摸到他腰间的手枪，这可把梁飞吓了一跳。而更令他害怕的事情还在后面，下一秒窦小凡又抓紧了他受伤的胳膊，梁飞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暴露，但有一点十分可疑，女人明明怀疑自己的身份，为啥不当众揭穿让鬼子来抓？梁飞赶紧返回根据地，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大家。既然暴露了，鬼子为什么不跟踪？梁飞经过短暂的思考，猜测鬼子之所以不跟踪，是因为他们知道八路的目标是刺杀周玉海，所以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周围，等着鱼儿主动上钩就行了。与此同时，窦小凡也通过电话将梁飞很可疑的事情告诉了周玉海。挂断电话后，周玉海告诉鬼子要加强戒备，保护窦小凡，怀疑梁飞很可能会去找麻烦。然而鬼子却说梁飞不可能再去窦小凡那里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梁飞当天就抱着一束鲜花来到了窦小凡的家里，并且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意，说我之所以要接近周玉海，是想从他手里得到你。而窦小凡瞬间被英俊潇洒的梁飞所迷惑，当场就坠入了爱河。你喜欢我吗？当此话一出，没想到窦小凡立马抱紧了梁飞，并且大喊我要给你生孩子，这可把梁飞吓了一跳，赶紧挣脱对方的怀抱，说第一次见面就生孩子太仓促，下次再生吧。下回是什么时候？要不这样，明天晚上。梁飞之所以说明天晚上生娃，是因为明晚要刺杀周玉海，所以想以此来迷惑窦小凡。众人经过商议，决定让梁飞伪装成一个记者混进去刺杀。但是还有一个麻烦需要解决，进入会场之前肯定会被鬼子搜身，那样武器根本没办法带进去。但是这却根本难不倒梁飞。第二天竟然把手枪塞进大白菜里面，然后队友伪装成送菜的准备混进会场，而站岗的鬼子完全忽略了危险的存在，只是用刺刀简单戳了几下，便命令他们将白菜搬进去。当天晚上汉奸都已经开始演讲，而窦小凡还在家等梁飞来生娃。眼看迟迟等不到人，窦小凡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他赶紧给鬼子打电话汇报，说梁飞很可能已经到现场去刺杀周玉海了。而鬼子大佐赶紧命令手下寻找梁飞，殊不知人群中的梁飞已经准备开枪射击。八路刚要掏出腰里的手枪刺杀台上演讲的汉奸，怎料却发现惊恐的一幕，汉奸擦汗时竟然把额头的黑痣蹭掉，可情报显示汉奸明明有一颗黑痣，原来鬼子为了保护汉奸的安全，特意给他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替身。两人无论从身材还是高矮胖瘦，简直和孪生兄弟一样，唯独就是替身额头没有黑痣，但这也难不倒化妆师，当场就给贴上一个假的。
最后就是两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于是鬼子决定让真的周玉海坐到办公室演讲，而替身则去舞台上对口型，声音只需通过广播传递出去就可以。与此同时，梁飞正准备刺杀，发现汉奸把黑痣擦掉了，他也意识到这个人很可能是替身，于是赶紧顺着话筒的电线寻找线索，果然发现尾部根本就是断掉的。梁飞这才知道台上的替身根本就没有说话，于是他赶紧去寻找真正的周玉海，可不料下一秒却迎面碰见一个小鬼子。梁飞一听这家伙敢骂自己，直接将其带到角落里当场干掉，随后穿上了对方的衣服伪装成服务员。与此同时，周玉海正在办公室演讲，怎料下一秒梁飞就进来假装送水，站岗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被梁飞当场给掐死。而另一个鬼子正在专心致志地调试广播，丝毫没察觉到梁飞已经走进来，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出意外了。木头桑，嗨，我是周玉海，你是谁？我是梁飞。没想到周玉海还想反抗，但他低估了梁飞的实力。眼看汉奸已经被干掉，梁飞却并没有撤离，而是从周玉海的包里找到生化病毒，毫不犹豫地开枪将其销毁。而后梁飞这才选择撤离，可不料刚走出门外，却惊恐地发现鬼子竟然冲了过来。于是梁飞赶紧藏进角落里，等瞎眼的鬼子从身边经过后，这才从反方向撤退。与此同时，队友正在门外接应梁飞，他们准备将站岗的鬼子全都干掉。只见黑子拉来一辆黄包车，将一捆定时炸弹装进里面，然后拉着车来到小鬼子跟前，说：“太君，你们辛苦了，我给你们送来一个花姑娘。”趁着鬼子上前查看时，黑子赶紧跑路。与此同时，屋里的梁飞也和鬼子打了起来，但毕竟小鬼子人多势众，梁飞只好使用一招空中飞人，在房顶上面荡起了秋千，最后凭借灵活的身法跳窗离开。梁飞和外面的队友集合后本想撤退，可没想到后面的鬼子一直穷追不舍，眼看鬼子的子弹飞射而来，政委不惧危险替梁飞挡住了致命一击，身受重伤的他差点摔倒在地上，而梁飞本想让他踩着自己的肩膀翻墙撤退，可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。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，让他们一起走，一起走。眼看越来越多的战士死在鬼子枪下，政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用枪胁迫梁飞赶紧带着大家撤退，要不然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。紧接着他就掏出2颗手榴弹，拉响之后扔到了鬼子队伍，而他也死在了鬼子枪下。最后梁飞等人虽然成功逃了出去，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，因为政委的尸体都没有收回来。梁飞发誓要给政委报仇，于是第2天就准备袭击鬼子运钞车。他在马路上摆放一辆黄包车，鬼子汽车被逼停后赶紧下车查看，不料却发现车上摆满了炸药包。就在这时，梁飞从身后钻了出来，用手枪将3只鬼子全都送回老家。原来炸药包是假的，只是用来吸引鬼子注意力，而梁飞真正目的是劫走运钞车。很快他就开车来到了鬼子司令部，准备给小鬼子来个双喜临门，将运钞车和司令部一起炸上天。只见他用几根铁棍将车辆设置成无人驾驶模式，然后拉响一捆手榴弹，直接跳下了车。等鬼子看见汽车冲过来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女人明明连开3枪都击中硬币，可没想到梁飞检查之后却开始嘲讽：“初级水平。”此话一出，邢亚平被气得够呛，说：“你梁飞一个大男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打2枪试试。”邢亚平本想让梁飞丢人现眼，可没想到梁飞也不是吃素的，连开2枪全部击中目标，紧接着又开始阴阳怪气的嘲讽邢亚平：“你想击毙敌人，同样啊，敌人想击毙你，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，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。”原来梁飞是想让邢亚平拜自己为师，教对方打枪。然而邢亚平明明很想学习，但是却不好意思拜师，自尊心太强，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。梁飞说完话就准备转身离开，但邢亚平又怎么会拒绝一个厉害的师傅？于是举起枪瞄准了梁飞的脑袋，伴随着一声枪响，梁飞的帽子被打翻在地上。眼看邢亚平能击中移动的目标，梁飞觉得孺子可教也，但是教学之前有一个条件，把帽子给我捡起。邢亚平为了学习射击本领，只好乖乖地弯下腰将帽子捡起来，然后毕恭毕敬地递给梁飞。谁知梁飞接过帽子后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竟然又把帽子扔了出去。再给我捡。邢亚平觉得梁飞在羞辱自己，于是转身就要离开，但殊不知这都是梁飞煞费苦心的要磨练他。紧接着梁飞又说：“你哥哥那么厉害，最终还是死在鬼子手里，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还想打鬼子？”邢亚平为了给哥哥报仇，再次委曲求全的去捡帽子，可没想到梁飞却看出来他心不诚，于是继续难为他。给我带人。眼看对方还是不服气，梁飞再次转身离开。站住！伴随着帽子扣到脑袋上，邢亚平的棱角彻底被磨平，而梁飞便准备开始教学。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，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。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？要想提高射击水，
必须置身于实战的。梁飞捡起地上的小石头，对着邢亚平说：“我用石头砸你，你用枪对着我脑袋射击。”邢亚平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心想这个师傅不白教，竟然豁出性命教自己。可是当梁飞的石头扔过来时，邢亚平却迟迟不敢开枪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出了人命。而梁飞见状，继续开始语言刺激：“开枪啊！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，我就是河野渡，我就是川井一郎。”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！邢亚平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，仿佛真的把梁飞当成了小鬼子，连续射击了几十发子弹。邢亚平此时也找到了感觉，仿佛已经到达人枪合一的境界，一顿疯狂的输出将梁飞打得抱头鼠窜。伴随着最后一颗子弹射出，梁飞竟然躺在地上不动弹。这一幕可把邢亚平吓坏了。梁飞，你没事吧？梁飞。梁飞本想装死吓唬一下，但殊不知邢亚平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。不知情的梁飞还准备继续训练，谁知生气的邢亚平却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脸懵逼的梁飞愣在原地。而生气的邢亚平回到家，却发现桌子上面有一束红玫瑰。就在这时，又接到电话，原来是凯文送的话。随后又被约到饭店吃饭，而邢亚平也准备趁此机会拒绝凯文。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他，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，就是给哥哥报仇。邢亚平嘴上说着给哥哥报仇，其实就是心里爱上了梁飞。就在这时，几个士兵闯进饭店，他们都是刚从战场上打完鬼子回来的，本想在这里好好吃一顿填饱肚子，没想到却被服务员瞧不起，说你们穿的影响市容，不配在我们饭店吃饭。但士兵却毫不客气，直接坐了下来。没想到服务员竟然把警察叫过来给自己撑腰。谁知警察竟然真的想开枪崩了士兵，这一幕可把梁飞气得够呛，当即走上去替士兵打抱不平，说没有当兵的在前线打鬼子，你们饭店早都被鬼子占领了，如今吃顿饭你们还不让。而警察一看梁飞咄咄逼人，竟然直接掏枪瞄准了他。那个杨兵啊，大哥！梁飞的举动简直太帅了，再次深深的吸引了邢亚平，恨不得立刻给梁飞生孩子。